撤了。为什么？杀了李世民和宇文恺，我就把这笔账算在瓦岗军头上，我们不会有事的。我现在是宣赫大人呐！啊？宇文恺和李世民与我同行，他们半道上出了事，能和我脱得了干系吗？爹，你什么时候做宣赫大臣了？这不是自讨苦吃吗？那个李世民诡计多端呐，是他煽动皇上下旨任命。看来他们早就料到我要在半路上下手。李世民，爹，你绝对不能输给他呀！将军决战不在今天，在哪儿？工地。工地。你让宇文化及陪你去太原，这一招啊，真是高明。什么事情都逃不过皇上的眼睛，皇上才真是高。哼，世民啊，我想这招不是你想出来的吧？是刘文静教臣这么说的。刘文静，他是什么人啊？他是天下第一智者。天下第一智者。他现在人在哪里？朕要见见他。在刑部大牢。刑部大牢？他犯了什么罪啊？宇文化及找了个假的罪名，把他关起来了。又是这个宇文化及。大人，在。传朕口谕，去到刑部大牢，把刘文静给我放了。朕要封他一个职位，叫辽天令。是。辽天令，这是个什么官啊？哈，这个职位啊，也是朕刚刚想出来的。哼，就是专门陪朕聊天儿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你看，世民，爹，世民回来了。爹，大哥，哎，大哥，有没有看到龙儿啊？因为我让他先回来，我怕他被宇文化及发现。我在这儿，二公子。龙儿，哎，哇！哈哈哈哈哈！宇文大人大驾光临，真给李渊面子。国公太客气了，化及带皇上宣慰太原，这是皇上给你的面子。望国公善体隆恩，万不可忽略皇上对你的一片苦心才是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大人请放心，皇上与李渊乃是仪表兄弟。本来就是一家人，绝对不会受外人的挑拨离间。好，修晋阳宫这担子不轻啊！啊？是啊，幸好宇文大人把宇文恺大师亲自送来，有了他，什么样的宫殿都能够造成。大师一路辛苦了，国公辛苦了。国公大人，好久不见呐！大师为李家所受的委屈，李渊铭记在心，他日一定会回报大师。哎，不敢不敢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全城官吏都在恭候大师，大师请。请。宇文大人，宇文公子真不愧是大隋的第一勇士啊！
有他来随行保护，这一路上果真是平静了不少啊。犬子不配称大隋第一勇士，真正天下第一，要数李家的二公子啊。呵呵，大人真会说笑，市民他怎么能撑得起这4个字呢？哦，用在别人身上不恰当，用在二公子身上那是再合适没有了。李家卧虎藏龙，今非池中之物啊！哈哈，不过这大公子元吉公子堪称为将才，唯独二公子可称为做才。什么是做才？做天下之才。大人可真会说笑啊！我为大人已经准备下了宴席，为您接风，请吧。哎，国公，请记住我一句话：有一天你得了天下，这太子一定要传给李世民。宇文大人，怎么，这酒还没喝，就说起醉话来了？不必介意，不必介意，我不过是开了个小小的玩笑而已。这宇文化及八成是没辙了，啊，居然挑拨我们兄弟之间的关系，太无聊了。哼，他哪知道，咱们兄弟3个是一条心的。元吉说的对。哎，还有我呢。对，还有龙儿，都是一条心嘛。哎，有没有看到魏征啊？魏征，这个人神出鬼没的，难找得很。啊。哎，哎，哎，大哥，我去找他，待会儿来找你们啊。啊。魏先生，我把宇文大师请来了。二公子啊，果然是不负众望啊，太难得了。要不是魏先生配合，现在我店已经起兵，这儿恐怕已经烽火连天，尸横遍野了。多亏先生拖了3天。哪里，这3天拖延呢，并不算什么。能够在宇文化及的天罗地网里面把大师请过来，才是最不容易的事情啊！不，战胜敌人并不难，最难的是要说服我大哥跟元吉。二公子啊，你还得感谢一个人，一个捐血的人。捐血的人？哎，嘿嘿，表哥，表妹。二公子啊，我魏征光有这3寸不烂之舌，而胭脂有一腔热血沸腾的鲜血，是他用鲜血写了那封假书信，骗取了大公子，赢得了时间。他才是大英雄啊！你们在说什么呢？市民代表所有太原百姓感谢胭脂表妹。做个揖就想把我打发了？表哥有这么对表妹的吗？我这个表妹还挺厉害的啊！好，你说吧，你要什么？我要……哎，胭脂，你可要想好了，你就是现在要星星月亮，二公子啊就得马上去摘给你啊！我要1道免死金牌。免死金牌？胭脂，免死金牌只有皇上才能给你啊！我不管，我就要问表哥要免死金牌。免死金牌？哎，好，就给你一个免死金牌。哎呀，就这么个破瓦片就想打发我啊？魏先生，你看啊。二公子跟你开玩笑嘛。胭脂开玩笑，我不开玩笑啊。二公子，来，胭脂，记住我的话，我李世民不开玩笑。好，先生，我走了。好。表哥。哎，记住我的话，我不开玩笑的。哎，再见。啊。
若曦。父皇。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睡啊？没什么，我就是出来随便走走。哎，父皇，听说你要纳建陵为妃，他同意了吗？朕已经问过他了，只要他父母同意，他没意见。他的婚姻大事，他干嘛自己不说话？哼，你以为每个女孩子都跟你一样吗？无拘无束，自以为是。婚姻大事关系到我一辈子的幸福，我当然要替自己做主喽。自古以来，儿女的婚姻大事都是由父母做主，难道朕和皇后会害你不成啊？我不管，我不想嫁李建成，说不嫁我就不嫁。若曦，来人！有。传朕口谕，命京城所有的工匠赶赴太原，助李渊修筑晋阳宫，不得有误。是。请。爹，这酒席已经开始了，宇文大师怎么还不来啊？爹，别着急，渊吉去请大师了。爹，四处都找遍了，就是找不到宇文大师啊。什么？找不到？他上哪儿了？我也不知道，屋里没人，问了半天也没人知道。那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快去找？哎，元吉，我去吧，我大概知道他在哪儿。何以解忧，唯有杜康。这二公子乃国公的杜康啊！你说什么？元吉，不许无礼！宇文大人，请。请。大师，您的安危关系着千万条性命。如果今后你要去哪儿，跟我说一声，我来保护你。老夫谨记。二公子请放心，以后老朽再也不会孤单冒险。谢谢二公子。大师啊！见过大师啊！好，大师，好，好。哎，小鱼，你也来了？师傅，我年纪也不小了，不是小鱼了。啊，全城的领队都来了。凡是能干怒活的，我们都召集来了。好，好。各位心里都很明白，这100天要修造宫殿，就是鲁班大师也没有试过，这可不是个容易的事啊。老爷子，该怎么干，您就吩咐吧，我们大家都听您的。都听您的。好，大家给我面子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百日造宫，那就不能按老章程办事。我有个新的设想，大伙儿可能要比以往更累一点了。啊，老爷子，您尽管放心，国公是大隋的栋梁，为他吃苦，
就是累死，我们也认了。够义气。好，我先敬兄弟们一杯。这次开工，这100天大伙都得全部住在工地，都不能回家，能行不？行，没问题。好，我再敬大家一杯。这100日工一开呀，我会100倍的要求大家，可能会有得罪之处，我先在这儿给大家赔罪了。老爷子，该怎么干，您就说吧。我们今天夜里就开工。是，你说吧。好，拿土来。你们看啊，这。大师，怎么了？大哥，一定是那个宇文化及干的，我去干掉他。云姬，不许冲动。大哥，府上的饮食，我早就派人严加看管。宇文化及也没来过这儿，他是怎么下手的？嗨，他用得着自己下手吗？随便派个人过来就可以了。这2天有谁进过酒窖吗？除了二公子，再也没有别人进去过。世明去那做什么？哎呀，二哥还不是怕有人下毒，所以才过去看看吗？我看呢，8成是这些兔崽子被宇文化及给收买了。大哥，别说这么多了，把他们打一顿，看他们说不说。云姬，大哥，人家都打入我们内部了，要是毒酒有一天到爹的碗里，那还了得？大公子，元吉公子。里面情况怎么样？属下也不知道。元吉，我们进去看看。瞎眼了，拦谁呢？二公子有令，任何人不得进去。什么？放肆！二公子拦谁啊？他会拦我们吗？二公子特别交代，就算是大公子、4公子来了，也不能进去。那我爹来会怎么样？二公子交代，国公大人来了也不能进去。哼，大哥你听，二哥眼里连爹都没有了，我倒要看看到底能把我怎么样。4公子请留步。怎么，还想杀我不成？不敢，但是4公子要进去的话，除非把我们都杀了。大哥你看，这就是二哥的手下，眼里只有他，看我到底敢不敢杀他。元吉，世明这么做一定有他的原因。什么原因？他就爱耍威风，摆臭架子嘛。你怎么这么说呀？难道我说错了不成？他自以为请回了宇文恺就功不可没，把自己当成发号施令的大将军。世明不是这样的人。大哥，人家都没把你这个大哥放在眼里，你还替他说话？你连自己的兄长都不信任，这算什么呀？好，那我听你的。那你说现在应该怎么办？等。等？你慢慢等，我可咽不下这口气。怎么回事？姑娘上错马车了吧？请问这是元吉公子的车吗？是，是我的马车。那就没有错了。元吉公子，请啊。元吉公子为什么不问我是谁呀？不用我问，姑娘也会告诉我。
不是吗？难怪人家都说唐国公李渊的公子各有所长，尤其是元吉公子有勇有谋，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。你就不要给我戴高帽子了，姑娘还是直接说明来意吧。近妾无姬见过元吉公子。无姬，东都第一名妓无姬。第一之名嘛，也是他人夸奖了，我可不敢当。东都的名妓怎么会跑到太原来？自然是有人送我来的。谁？宇文化及大人。原来是他。他要你来做什么？当然是要我来施美人计了。元吉公子，你可千万要小心提防啊！宇文化及他也太小看我了。你走吧。元吉公子听说过“将计就计”这句话吗？将计就计。宇文化及利用我来刺探你们的动向，元吉公子何不将计就计，也利用我来掌握宇文化及的动向呢？女人心海底针，我凭什么要相信你？元吉公子害怕了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去找二公子好了。你要去找我二哥？宇文化及大人曾经说过，如果元吉公子没有这个胆量挑战的话，就让我试试二公子，说不定他才有这个胆识。停车！哎，等等！大公子，哎，这么晚了还不歇歇啊？宇文先生喝了毒酒，至今生死未卜，我担心他，所以就在这里等候。啊，哎，那你为什么不进屋呢？哼，市民下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哦，也包括大公子你吗？嗯，他说任何人不得入内，也包括魏先生你。很难说。我觉得二公子不太会拦我。那你试一下。啊，麻烦把这个交给二公子。哎，先生，这是什么？通行证啊。通行证？哎，二公子见到这张纸片啊，他是一定会让我进去的。就凭那张废破纸吗？二公子有请魏先生。哦，我先进去了。魏征拜见二公子。魏先生，宇文恺中毒病危，工程将延后，大家忧心如焚。你这个什么意思啊？二公子这一计瞒得过别人，那怎么能瞒得过我魏某呢？什么意思啊？喏，大师啊，辛苦了。魏先生，哎呀，
真是没想到啊！宇文大师不仅会造房子，而且还会演戏呀，可喜可贺。魏先生见笑见笑。那我早说过，此计瞒得过别人，但瞒不过魏先生。魏先生，你怎么看出破绽的？宇文大师一命胜过100万雄师啊！二公子怎么可能让这区区的小九给得逞了呢？魏先生势必已经想通二公子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原因了吧？那100日之内，宇文大师的命是让人提心吊胆，敌暗我明，防不胜防啊！如果大师先中毒卧病不起的话，那么大师就在暗处，敌人就难以得逞了。唉，知我者，魏征也。此计虽好，但大不可取啊！此话怎讲？二公子要欺骗敌人，却欺骗了自己的亲人，此非智者所为。但如果我不瞒过我爹和我大哥的话，我怎么让别人相信呢？二公子是把自己的兄弟当作工具了。我没有。二公子去东都之时，跟大公子约定了7天。大公子因为相信二公子，所以才坚持到最后一刻。后来，魏征又以假血书拖延了那么3天，大公子还是答应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大公子相信你这个弟弟。哼！可是今日二公子定计却不和大公子商量，施计之后还要瞒着自己的长兄。表面上好像是欺骗敌人，可是实际上何尝不是对大公子的一种不信任呢？先生教训的是，市民知道错了。胜负只是一时的，兄弟情深才是永久的。造宫殿容易，打江山难。你这打江山靠的不只是计谋，要靠你们兄弟之间的同心协力，合作无间。先生一语惊醒梦中人，我这就去找我大哥。哎呀，白天我觉得二公子很厉害，想不到魏先生更厉害。大师见笑了。大师，大哥来。老朽欺骗大公子，罪该万死。大师不必多礼，这事情市民做得对。大哥，宇文大师已经把施工方案赶出来了，您就可以动工了。大师真是张良在世，苦民复生啊！建成能做些什么呢？攻城之基，土方第一。这军令我领了，给我多少天？1个月够不够？25天呢？大哥，军令如山，你别逞强。这军令状我立下了，如果25天我不能完成任务的话，我提头来见。大哥，你永远都是我的好大哥。世民。下雨了，抓紧干呐！哎，大叔，请问你有没有看到魏大人呢？哪个魏大人？魏征魏大人呢？钦差大臣呢？哦，他在那边那个坑里头。别闹了，他不是民工，他可是大臣呢。那边啊，全都是当官的。啊？哦，谢谢你啊。没事。表哥，表哥。哎。燕姐，你怎么来了？表哥，你怎么也在这儿啊？放这儿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犯罪了。不是，我爹呢？他下令说，全太原城的男丁都要来工地挖土方。可是你不一样啊，你是太原的头头啊。
因为我是头头，就更加以身作则。你看，那个太原府啊，什么国公府，那些大大小小官员都来了。那些官员一来，衙役们也就跟着来了。这谁出的馊主意啊？魏征啊。嗨，难怪了，怪人出怪招。他人呢？我找他去说说。啊，你要找他的话，他在，哎，在那儿，一直走就看到了。啊，梁哥辛苦了啊。好，来那边高兴点。哎，先生，你没事吧？魏先生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啊，魏先生。哎呀，百无一用是书生啊，才挖了几下，我就喘不过气。没关系，我帮你啊炖了鸡汤呢，补气的。那，我把鸡汤送到衙门里，结果看门的说你不在那儿，到工地来了。我还以为你是来监督的，没想到你是来卖命的。快过来！国公下了令啊，全城15到50岁的都要服劳役，不管昼夜，不管官民，不管僧道，都要来工地服苦役，这样子才能够缩短期限啊。二公子说这是你出的馊主意，对吧？活该，累趴下了吧？我这是自讨苦吃。哎，别说了，来趁热喝啊。这不太好吧？你看，大伙都在忙着呢，我就一个人喝，这个是不太好吧？哎呀，你就假装都没看见就行了，那快点喝啊！好，哎呀，你的手怎么了？我看看。哎，胭脂啊，就当这个汤，我全喝了，好吧？时间不早了，你赶紧回去吧，我还得干活呢，啊！那不行，汤都洒了，我再去杀一只鸡，晚上你早点回来啊。好，小心呐。小心点啊。哦。二公子，啊，四公子到现在都没有来啊。他没来？他本应该到工地上来服役的，可是到现在都没有看到他的人影啊。那大公子知道这事吗？啊，我还没告诉他呢。啊，好。大公子，有没有见到元吉公子？元吉公子一早就骑马出去了。驾！元吉公子，哎，无忌，哇，有葡萄吃。哎，坏。元吉公子啊，我想问你，太原府的男子都到工地上挖土方，为什么你不去呢？哼，我堂堂元吉公子，怎么能跟那些工人平起平坐呢？啊！可是我听说二公子去了。嗨，我二哥嘛，他成天就喜欢那个样子。咱别管他，吃咱的葡萄，啊！过来，元吉，哎，大哥，哎，你二哥让你去工地服劳役，你怎么不听他话呢？大哥，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我不会去的，你让二哥把我抓起来。哎，元吉，你的脾气怎么这么倔呀？白日休工关系到我们李家的命运，你二哥让你去有什么错？将军战死沙场，可不是累死在工地上。好，行，大哥说不过你，不过大哥和你二哥商量过了，给你安排另外一份工作。什么工作？看守粮仓。叫我看守粮仓，有没有搞错啊？元吉，你不要小看这份工作，只要你守住了粮仓，你就守住了我们李家的江山哦。李家的江山？是啊，一句话，你去还是不去？李家的江山？那当然得去。你呀。
爹，工程进展很迅速，怎么办呢？你急了？怎么不急呀？用不了100天，他肯定把这个宫殿建起来。爹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吃东西啊？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。啊？这肚子不吃饱，哪有力气干活啊？爹是说要延误工期，就得不给工人吃饱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工人吃不饱就没有力气干活，对不对，爹？啊！嗯，你看，好，那边不错，还有这边。好，你们都给我吩咐下去，没有粮食，百日休工就是一句空话。从现在开始，日夜轮班守护，如果有失职偷懒的，定斩不饶。是。走，快，快，站住！你是什么人？我要找你们家元吉公子。此乃粮仓重地，任何人不得进。公子，无忌，退下。是。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你不该来这儿，快回去吧。元吉公子身负重任，以粮仓为家，无忌岂能独自逍遥，无所事事？我决定留在元吉公子的身边。无忌，我还准备了一些酒放在马车上，供元吉公子消遣。太好了，那咱们喝酒去。元吉公子，我认为还是把这些火把熄灭的好。把火把熄灭？那黑咕隆咚的怎么巡逻啊？粮食不怕偷，只怕火。火？对呀，你想想看，那些盗贼他能够偷多少粮食？可是这一把火，却可以把整个粮仓全都烧得精光。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这点？来人，公子，传令下去，所有火把一律熄灭。是，快把火把熄灭。熄灭！走，咱们喝酒去。快点，快点！熄灭火把，熄灭！快，熄灭火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慢点，来，慢点，来，哎，过来！好，谢谢啊，加油啊！慢点，哎，小心啊！二公子，哎，龙儿，你怎么来工地了？我听他们说你忙得连喝水的机会也没有，就特地把晚饭带过来给你吃啊。哦。这个是你最喜欢吃的包子，趁热吃啊。好，来，那边高兴点。哎，兄弟们，来，这个很好吃的包子，快点，趁热吃吧。啊，哎，谢谢二公子。慢着，来，这些包子你们一个都不许吃，啊，待会儿会有人送饭来的，回去干活吧。好。世民，你怎么这么不领情呢？龙儿姑娘亲手给你包的包子，你为什么一个都不吃啊？我不饿。叫你吃就吃，一个都不许剩。大哥，我真的饱，我吃不下吗？不饿，让你吃你就吃，啰嗦什么呀？不是我闹肚子，我吃了也是浪费嘛。你不吃是吧？你不吃我跟你没完。大公子算了，二公子不饿就不要勉强他了。哎，龙儿，你怎么这么狠心呢？龙儿姑娘是个好姑娘，我告诉你啊，失去她你会后悔的。公主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建立，进来吧。这些是做什么用的？招魂幡。招魂幡？招谁的魂呢？我的魂。
公主，别开玩笑了。我每天在这儿系一条丝带，等丝带系到100条，我也就死了。公主别胡说，我说的是真的。100天之后，宫殿建成，我也就该嫁给李建成，我的心也就死了。出嫁是喜事啊，公主怎么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，生不如死。建林，别动，每天只能系1条的。这1条是为我自己系的。我收到我爹的回信了，他同意我嫁给皇上为妃。百日期满，宫殿落成，心死的又何止公主一人呢？建林，我知道你不情愿嫁给父皇，可是你为什么又情愿委屈你自己呢？你何尝又不是在委屈自己呢？我是为了父皇，我何尝不是为了大隋？为什么我们肩上要负担这么多的责任呢？也许因为我们都是女人吧。女人怎么了？女人就不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吗？这个问题只怕连老天爷也无法回答了。来，不行了。来，这最后一杯，快把它喝了。不喝了。不行，最后一杯一定得喝。元吉公子，元吉公子，元吉公子。谁？看清楚这令牌，奉元吉公子之令，增援粮仓。是。奉元吉公子之令，办。是。受。你明明知道那个女人是宇文化及派来的，你还把她留在身边。元吉，你胆子也太大了。士兵，你就别说元吉了，他心里也不好受。大哥，你现在终于知道宇文化及他没闲着吧？宇文化及这个王八蛋，我去把他杀了！给我站住！你杀了宇文化及，粮食就能冒出来吗？二弟，我这就请爹上奏皇上，让他东都调粮前来增援。远水救不了近火的，千万百姓今天就没饭吃了。肚子一饿，工程还是得停下来。这，我有办法。魏先生，你有什么办法？请问大公子，从东都调粮食来需要几天？最快7天吧。
工地今天就要断粮，我们撑不了7天啊。我可以找到粮食支撑7天。先生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那你快说粮食在哪儿？请大公子授权于我，我就可以找到粮食。先生的意思是？先生，这把剑是皇上所赐，现在就托付给你。好，我收到此剑，全城官兵就得听命于我。是，没错，全城官兵，包括李家军团，全由先生一人指挥。好，二公子听命。士兵在。你带领士兵将全城所有的粮行、酒楼、食肆全部接管下来，所有的粮食全部没收，私藏者斩。是。元吉公子听命。元吉在。你带领太原府衙全部人马，挨家挨户搜查粮食，不管是官是民，所有的粮食一律充公，违令者斩。是。先生，这样的话百姓就不安了。所以请大公子发布文告，昭告全城百姓，10日之内，所有的粮食由官方分发，上供者有饭吃，居家者减至每户每日1升粮。1升？太少了吧？同时动用库银，高价收购太原周遭附近的粮食。我想这样一来，可以勉勉强强挨过7日。这，相信我，没错的。好，我听你的。还有一件事情，请大公子务必要提防。哎，先生直说。请你安排人手，一定要保护好宇文化及的安全。先生没有搞错吧？让我保护宇文化及？没错，就是宇文化及。保护那个王八蛋？大火一烧，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是宇文化及干的。我恐怕有人会在群情激愤之下对他先动了手，这样就上了当了。先生说的有道理，以不变应万变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先生，你也要保重自己啊。我烂命一条，没事的。魏征真是个不简单的人物，当机立断，令人佩服啊！爹，咱们还是走吧。走哪去？你这把火刚烧了个好彩头，好戏才刚开场，你就要我走？爹，这把火谁都知道是咱们放的，李家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。正因为这样，咱们才不能走。为什么？放火者必定做贼心虚，想要开溜。所以咱们不能走，走吧。可是万一李家下毒手，要想成大事，就不能怕什么万一。李元吉来了，快！元吉公子，好忙啊！宇文化及，我问你，火是你放的，对不对？我倒听说是元吉公子招妓喝酒，疏于防范，才引起大火的。你再说一遍！由于你的疏忽，才引起大火的。老贼！你想怎么样？我要宰了你们俩！元吉，住手！大哥，元吉，如果你有证据的话，就到衙门上面去告他们；如果没有证据的话，趁早收手。大哥。明明知道是他们干的，为什么不能下手？少废话，给我退下！啊，二位公子是一家人，何必为了老夫伤了和气呢？啊！元吉，我们走。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不走的原因了吧？还是爹英明啊！
这个李渊呐，到底在搞什么鬼呀？啊，这太原粮仓里的粮食怎么全被烧光了呢？皇上，这把大火来得奇怪呀。奇怪什么？啊，你又在怀疑宇文化及了是不是？他人在太原，恐怕也脱不了嫌疑吧。哼，你看看这折子。是。这是宇文化及的折子，你看看里面都写了些什么？你念念。是。臣启奏皇上，太原大火，存粮烧尽，恳请皇上火速调粮，支持太原，以便顺利进。这宇文化及的奏折比李渊的奏折早来了1个时辰，足以证明这宇文化及还是关心着修功之事。哼，好一个忧国忧民的宇文大人呢，文卿佩服。哼，天下本无事，都是你们这些臭文人呐，爱煽风点火。哼，请问皇上有何打算？这还用说？朕早就命长孙无忌去3大粮仓催粮，救太原之急。皇上圣明，长孙无忌叩见皇上。无忌啊，粮食之事办得如何啊？皇上，这3大粮仓可早就没有存粮了。那河阳仓的粮食很多，怎么会没了呢？皇上您请看，看，这河阳仓的粮食已经全部调往越州，救济水灾的灾民。那河阴仓的粮食也不少啊。嘿嘿，河阴仓的粮食也已经全部调往运河的工地了。那永丰仓呢？永丰仓的粮食早就赠送给了突厥，换来了一纸和平的契约。什么？这是谁下的令？正是皇上您呐。胡说！朕什么时候下过这样的旨意？皇上，微臣亲自查了这件事。这宇文化及离京之前，曾经上了3道奏折，他安排的全是粮食调度的事情。皇上，这上面全部盖着您的玉玺呀！什么？有这样的事儿？依我看，宇文大人当时一定在歌舞盛会之上递上了3道奏折吧？是，朕想起来了，有这样的事。皇上那么相信宇文大人，一定让他代为起草，直接下旨调粮了。哼，朕平时也是这么做过。皇上，我看这宇文化及是早有预谋，别有用心。皇上，宇文大人明明知道3大粮仓已空，却偏偏上奏，让皇上调粮解救太原之危，这是不是有些矛盾呢？是啊。哼，这个宇文化及真是老糊涂了，这忘性真是比记性还好。皇上，那国公大人的事您看怎么办？国公大人？哼，国公大人是自己的事，朕呐管不着。哎呀，我说刘先生，您到底有什么好的想法？你也给咱说说呀。文静啊，长孙无忌在问你话呢，你倒是说说看呀！啊？我在听外面的脚步声。脚步声？什么脚步声啊？送粮的人。皇上！启禀皇上，户部尚书兵部侍郎求见。朕没宣旨，他们来求见什么？是微臣通知他们的。我说刘先生，你怎么竟然自作主张呢你？好，皇上要是不愿意见，就让他们回去。好了，见，让他们进来。是。哎，好，下一个。魏先生，长孙无忌从东都飞鸽传说，说如今3大粮仓全都空了。好，听，大家都听好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每户每2日发1升粮。都不要吵，再吵的话，连1升粮食也没有啊！魏先生，东都没有粮食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只管7天，7天以外的事情我不管，不要吵。可是魏先生，从别的地方调粮食最少得1个月啊！去找刘文静，也许他有办法。刘文静，他在东都，他哪来的粮食？
有了刘文静啊，连沙土都成粮食了。都排好了啊！沙土都能变粮食？公主，太原粮仓被火烧掉了，那修建宫殿的事情怎么办？工人没有力气干活，所以只好停工了。这么说，半日之内建不成宫殿了。李家修不成宫殿，公主就不必嫁给李建成，这不正中了公主的心意吗？可是我担心李家军团会起兵造反，只要不嫁给李建成，公主何必担心李家造不造反呢？公主，李家起兵，大隋就完了。不会的，有3路大军在，大隋垮不了。不过，李家军团从此就消失了。李家军不能消失，李家军团是大隋的支柱。李家军团消失了，李建成也就消失了，公主也就自由了，这有什么不好啊？公主。怎么会都空了呢？皇上，烽烟四起，良田皆成焦土，我看这粮食早就化为灰烬了。朕呢，一点都不知道，这宇文化及呢又没告诉朕。皇上，这宇文化及向来对您是报喜不报忧，投您所好，我看这种人实属可恨。皇上，有一个地方粮食充足。爱卿，你快说，什么地方？这3路大军刚刚补充了大批军粮。哼，3路大军的粮草绝不能动。哎，皇上，这是为什么？这3路大军是朕的嫡系人马。不错，皇上宁可饿死李家的人，也不能饿着皇上的人。皇上，您得三思而行啊！父皇，若曦，父皇，你怎么来了？父皇正在跟他们商讨粮草的事情呢。父皇，我就是为了这件事情来的。哦，因为这件事情来的？嗯。那你说说。我想求父皇降旨，多给李渊几天时间来修宫殿。多给他几天？那你让朕多给他几天呢？200天。200天？这200天可不是几天呐！啊！父皇，这样一来啊，就可以体现父皇您的体恤民情、宽广胸襟啊。哼，爱卿啊，你们说呢？皇上，公主慈悲为怀，微臣赞成公主的主张。哎，文静，你笑什么？我笑长孙大人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。这从何说起呀？这刘先生，现在太原断粮，李渊无法在100天之内修起宫殿。我劝父皇多宽限几天，以防兵变，有什么不对吗？若曦言之有理，这3路大军是朕的人马，这李渊呢，又是朕的爱将，这帮人马绝不能有变。皇上，修宫日期不能宽限。说说道理。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。此话怎讲？皇上输不起。哎，我说刘文静，你非得逼着李渊造反，你才甘心吗你？100日修宫，天下皆知。如果因为困难，皇上就轻易改动圣旨，试问皇上，以后您的圣旨谁还会遵行？只要诉苦，皇上就会改变主意。朝廷里的文臣如果这么想，皇上，您的权威将荡然无存。如果武官这么想，
皇上恐怕连一兵一卒也调动不了了。言之有理。父皇，您不能逼李家起兵造反呢。哎，我说刘文静先生啊，你好像有主意了是吧？有是有，可是我这肚子有点饿了。你，哈，这个好办，传御膳房，给刘先生备膳。哎，皇上，这御膳房全是些山珍海味，我可能吃不惯。刘文静，你到底想吃什么？我想吃糖葫芦。啊？什么？糖葫芦？是。好好的太原变成这个样子，你醒醒啊！我怎么对得起太原百姓啊？娘，二公子放心，娘，我们会还他们一个更好的太原啊！有没有吃的？求求你们了，求求你们救救我娘，她快死了！姑娘，你娘怎么了？她快死了，你救救她！娘，魏先生，她得的什么病啊？没病，是饿的。姑娘，你等一下，我找点吃的过来。二公子，所有的粮食必须送到工地去。可是他饿得快死了。那些快要饿死的人很多，你能救几个？我能救一个是一个。不行，粮食由我保管，任何人不得私自动用。那我把我的口粮给他可以吗？更不可以。为什么？你必须留着力气上工地去干活。魏先生，眼前这可是一个活生生的人。二公子，现在你随便推开哪一家，都有快要死的人，你怎么办？你有多少口粮可以救人呢？我管不了那么多，我只顾得了这条人命。要成大事，你就不能只顾眼前。二公子，如果你是个太原官吏，你可以只顾眼前；可是你是李世民，是国公大人的二公子，你必须放眼天下，把眼光看得远一点。娘，你醒醒啊，就有吃的了。娘，娘，你醒醒啊，娘，娘。干什么干？不干了！二公子，你在说什么？什么百日休工？我管他呢！明天全面停工，把粮食分给百姓。二公子，娘，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啊！谁输不起啊？国公大人。我大不了100日之内休不了工啊！皇上问罪，让他来啊！要打就打，谁怕谁啊？也许皇上会网开一面，不问你的罪，可是你这就输惨了。好啊，他输什么？输掉了他的威信。当日皇上降旨100日休工，这分明就是皇上在为难国公。可是国公毅然的接了旨，在全天下老百姓的心里面，国公才是铁铮铮的汉子，他的威信远远比皇上还要来得高。现在全天下的人都眼睁睁看着国公，如果国公能在100日内修成的话，在老百姓的心里面，国公就是一位真龙天子啊！真龙天子。如果国公不能在100日内修成，不管他有什么样的正当理由，全天下的老百姓都会对他绝顶失望。到时候，你们李家就别再指望能够指挥任何人了。修不修得成晋阳宫，不是国公对皇上的承诺，而是你们李家对全天下人的承诺。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三春。三春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尽快找到粮食的。好好照顾你娘，你娘一定会有救的。谢谢公子。娘，娘，你醒醒啊！我们就快有吃的了，娘，娘。
这是我的口粮，拿着吧。娘，我们有吃的了，娘。公主怎么这会儿才来？你知道我会来？宫里的人都知道，只要有了糖葫芦，就必能招来公主。刘文静，你不是说去找粮食吗？干嘛在这儿鬼混？什么意思啊？哼，我已经找到粮食了。在哪儿？3路大军的军粮库里。3路大军有粮，你怎么不早说？3路大军是皇上的心腹部队，而李渊是皇上的心腹大患。皇上怎么会舍得把粮食拿出来呢？哎，那要怎么做？不过有一个人可以办得到。谁啊？是不是我？公主真是聪明，一点就通。少跟我拍马屁了，告诉我要怎么做。公主知不知道，皇上调动3路大军，并非是一道圣旨，而是虎符。虎符？不错，只要拿到虎符，这3路大军的粮食就可以任凭指挥。那虎符在哪儿？不知道，没人知道皇上会把虎符放在哪里，除了公主。刘文静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让我去调虎符！拯救天下苍生就在此一道。鱼，大夫已经看过了，说他只是饿昏了。饿昏了？他跟我说他已经吃过粮食了，就把他的口粮全都给我了。魏先生他没有上工地啊？我不知道啊，不是说你们所有的男丁都要上工地的吗？魏先生说他是一介文人，干不了力气活，说要上工地只是浪费粮食，所以他就没去。都怪我，是他把口粮给我，他才饿昏了。他负责分配粮食，但想不到他1厘米都没有贪。这就是忠臣的下场。别这样，现在全城断粮，大家都吃不饱，别说中的尖的，连原化鸡都没饭吃。全城断粮？我倒知道有一个地方不断粮。什么地方？算了，告诉你也没用，你又不敢去拿。你说了我就敢拿。你发誓？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快告诉我，到底在谁的手上？元吉公子。元吉。二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肚子饿了，到处找吃的。那你带胭脂来干嘛？不是他带我来的，是我带二公子来的。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？我肚子饿的时候都跑到这边来偷粮食，元吉公子恐怕还不知道吧？二哥，咱们到外面再说吧。这房子什么时候变粮仓了？幸亏我在这儿做了准备，要不然咱们全家上上下下100多口怎么办呢？爹他亲自下令，城里所有的粮食都要上缴，不得私藏。难道你不知道吗？知道，我能不知道吗？可家里不能没吃的呀。那爹和大哥知道这件事吗？他们俩忙得连家都回不了，哪有功夫管这事儿？幸亏有我在这儿张罗，
要不然陈家早趴下了。元吉，军令如山，你怎么可以带头违抗呢？什么军令？军令是下给咱们家的吗？就这么点粮食，全家还得喝粥呢。我们家里人不能上工地，吃饱了又有什么用？你说什么？你非得让家里人全饿趴下了，你才满意是不是？这批粮食必须立刻送到工地去。你再说一遍。你亲自把这些粮食送过去，我就不追究你私藏之罪。要搬粮啊？可以。咱们先去看看娘，她老人家病了。娘病了？是，她老人家舍不得吃，饿病了。走啊，咱们让娘评评理去。搬！二哥，我求求你行不行？这些粮食搬到工地上，一顿饭就吃完了，根本就不顶事。要在这儿呢，还能撑个10天半个月。二哥，我求求你，你就可怜可怜咱们的5妹6妹，还有咱们的老娘，行不行啊？二哥，你不搬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父皇，若曦呀，你在找什么呢？啊，有没有找到啊？没有，没什么。啊，既然没有找到，那就继续找。哎，父皇，您喝醉了吧？没有，朕是不会醉的。赶快先坐下吧。没有，没事儿。来。哎呀，丫头，今天晚上父皇特别的高兴，喝了3大碗的女儿红，这个酒啊，真是美呀！您呀，喝了那么多的酒，肯定是醉了。父皇没醉，你不信，你考考父皇。父皇，您要是没醉，知道虎符藏在哪儿吗？我就知道您醉了，要不然虎符藏在哪儿，您怎么会不知道？你这个小丫头，哎呀，你看看啊，朕把这虎符啊放在这儿了。哎呦，父皇，虎符为什么只有一半啊？傻丫头，这另一半呢，自然在将军身上了。这2个虎符啊，如果并到了一起，父皇这么跟你讲吧，那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。父皇，父皇，女儿对不起您了。龙儿，哎，大公子，您应该还没吃饭吧？啊，我没事。哎，龙儿，怎么不见你给市民送饭呢？人家不领情，我也不用自讨没趣吧？龙儿，你错了。我是错了，
我错在不该爱上二公子。不，你不应该退缩啊！大公子，哼，爱一个人就应该勇往直前，不要退缩，哪怕是碰钉子，也不要退缩。我是个女孩，我也有自尊的，我受不了二公子的那种冷漠。可是，就算最冷的冰，它也会被融化的，只要你给它熬一碗热腾腾的粥就行了。熬一碗热粥就行了吗？是啊，一碗不行的话就100碗，一天不行的话就100天。我相信总有一天，它会被你融化的。可是，如果你现在退缩的话，你以前努力就当是白费了，你就永远得不到市民了。好，我赶紧熬一碗粥，待会儿就端给二公子吃。龙儿，这个你拿着。大公子，这个是？市民在工地上很辛苦，你用它煮一碗粥，我相信市民一定会感动的。谢谢你，大公子，我明白了。魏先生，现在工程进度落后了一大截，你说该怎么办呢？我能有什么办法？工人们吃不饱饭，哪有力气开工啊？吃不饱？你不是说现在粮食可以吃7天，今天才第5天而已？在工地干活的人分量特别大，跟我预期的估计差得很远，所以我现在只好把定量削减1半。那怎么行？如果不这个样子的话，后天就要断粮，到了那个时候，就得全面停工了。不会的，我大哥他到附近的郡县去购买粮食，一定很快会回来的。二公子，你还不知道吗？知道什么？附近的郡县都不肯卖粮食给我们。为什么？难道我们的银子就不是银子吗？附近几个郡县的父母官都是宇文化及的人，人家早就安排好了，就是要看我们的笑话呀。魏先生，你不是赛诸葛吗？你一定有办法的。诸葛亮也会死在5丈原，但诸葛亮永不认输的。二公子说的对，好，我再想想别的办法。二公子，龙儿，很巧我吃过了。哎，这口粮是我的，这鸽子是大公子送的，而这碗热粥是你娘煮的。你怎么让我娘下厨了？府中的女眷全都没闲着啊，缝补浆洗，大家都在为工地干一份活。你娘知道现在粮食不够，所以就煮了这碗粥给你吃啊。二公子，你可以不吃我煮的东西，可是这碗粥是你娘煮的，你不可以不吃而让她伤心哦。好吧，好吧，那我吃了啊。公主，你怎么会来这儿？扶我下来。我就知道你会在工地。李世民，叩见公主千岁。李世民，你是该归我。你知不知道我给你送什么来了？你说的是？看，是粮食。三路大军的军粮被我调了一半，现在这些来应急，其他的3天以后就到太原了。太原百姓永远会记得你的大恩大德的。太原的百姓记不记得我不在乎，我只在乎你记不记得。李世民，刻骨铭心，
永远难忘。世明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吃再多的苦也值得。公主，工地脏乱，你还是早点回驿馆休息吧。好，可是我要你亲自送我回去，我还有话要跟你说。盗虎符，那可是欺君大罪啊！是刘文静叫你这么做的吗？父皇，他现在一定是恨死我了。世明，你说我护法会不会杀了我啊？你先坐下吧。疼不疼？疼不疼？没事。工地上很乱的，公主你走路的时候要小心一点。根本没用一根钉子，如果用了钉子的话，这个宫殿时间长了要生锈的，大概就不行了。好，那我们继续走吧。啊，当心点。公主，大公子，大公子，你看这。这事交给我。三春，三春，三春，快开门啊！粮食来了，快开门呐！三春。三春，有粮食有什么用？我娘她已经死了，还没有等到二公子来，就饿死了。多谢二公子。三春，你家里还有没有其他人？没有了，就我一个人。跟我走。龙儿，龙儿，二公子，二公子，龙儿，这位姑娘是啊，她叫三春，是我们太原城的老百姓。三春，这位是龙儿姐姐。龙儿姐姐，三春妹妹。龙儿，三春的娘刚过世，以后她就跟着你，你帮我好好照顾她。二公子，你放心吧，我呢会把三春当亲妹妹看的。啊，对了，这是我特地给你做的点心，还热得很，趁热吃吧。啊，三春，你肚子一定饿了吧？那，给你吃吧。龙儿，我得去找魏征，帮我好好照顾三春啊。哦，哎。
多可爱的鱼啊！啊！父皇，父皇。嗯，若曦。父皇，参见公主。你这慌慌张张的，有什么事啊？父皇，我听刘文静说，晋阳宫已经建好了。是啊，这个李渊还真有2把刷子，竟然在99天之内盖好了一座宫殿。从此以后，天下人都知道李渊能耐大了。父皇，那您打算亲自去瞧瞧？李渊已经上了折子，希望朕能够亲自去太原主持这晋阳宫启功大典。我也要去。你？好，好，好，大家都去啊！建灵啊，你也好长时间没见到你的父亲了，这次跟朕一同前去。再者，你们姐俩一路之上也是个伴儿，啊！谢皇上恩典。好，